最近在野党立委党团通过了数千个公部门预算删减提案，总计呢删减预算高达了2000多亿。行政院批评在野党是想要借此瘫痪国家，也有许多的民间团体民众抗议预算删减不合理，甚至说要罢免蓝白立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公部门预算被删事件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这几天呢，政府公部门2025年度预算被删减的事情引起了热议。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还有党团通过了数千个删减冻结的提案，总计删除了超过2000亿的政府预算。相较前一年今年删除的预算金额暴增了1700多亿，是去年的6倍，删减比例达到了 6.63%， 是历年的最高。那其中呢，像是公部门的旅费媒体宣传费、一般事务费等等，都遭到了大幅的删减。那针对预算被删，行政院也出来抗议说，这将严重的影响政府诸多施政规划。在野党这样做呢，是在瘫痪政府。那除了政府部门其他一些受到波及的，像是影视圈出版界等等，多个团体出来抗议说，删减的预算并不合理。另外，也有一些民众不支持大幅删减的预算，甚至说在野党呢，这是在政治勒索，并扬言要罢免多个蓝白立委。但是在另外方面在野党党团强调，删减预算呢是在合理的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帮民众看荷包。拥护者呢也认为批评删预算的人呢，很多都是政府的网军或侧翼，看到他们急得跳脚，就代表蓝白删对了。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周最后通过的预算当中，究竟有哪些公部门预算被删减？为什么预算的审议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是想要煮菜又怕麻烦的人吗？那你一定要注意这场线上课程，由料理达人 Kazu 研发的奇迹的一物多煮公式，堪称料理懒人福音。一物多煮公式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它破除了2大煮菜迷思。第一呢，其实日常煮菜只要懂8种食材就够了。因此呢，这堂课精选了8种全年好买、口味又受欢迎的食材。第二，一个食材呢，只要会6种变化，就能够让人吃不腻了。所以只要掌握这套料理公式，懒人也能够每天轻松上菜，不烦恼又不重复，根本奇迹。讲师 Kazu 呢，已经出版了3本热销食谱，他的料理教学影片更累积了超过5000万观看。Kazu 丰富的料理经历让他超清楚哪一些做法最适合怕麻烦的人来学。现在就把握限时早鸟优惠，用优于4折的价格入手课程，结账输入折扣码 COOK77，还能够再省350元。懒人们动起来吧！在开始讨论这一次的删预算争议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平常政府预算的审议过程。每年底呢，政府各部会都会规划出他们明年具体的预算，这里面呢包含要说明这一年要花多少钱，具体要把钱花在哪里等等。然后行政院就会根据各部会所提出的预算需求，汇整编列成总预算案，再送交立法院审议。而立法院立委可以对预算案进行质询审议，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呢，可以提出删减或者是冻结。那在这一次被删减的预算中，又可分为通案删减与各部会删减2大类。通案删减指的是以项目为主轴来删，而不是针对特定的部会，所以每个部会的那一个指定项目都会被统删。而各部会删减呢，就是比较直觉针对某个特别部会的预算。最后呢，立法院通过的预算案经总统公布之后，才会成为正式的法定预算。而之后政府各部会呢，也就会依照这个法定的预算来施政。那这一次的删预算争议呢，就是很多人认为蓝白委员的这个提案有些问题，中间有些有撤案，有的没有。那本周二立法院最终通过的预算版本，到底有哪些预算被删减跟冻结呢？在通案删减的部分呢，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大陆地区旅费，还有出国教育费与国外旅费、一般事务费、水电费等等预算都是有被删减项目。其中媒体宣导费还有旅费的相关部分呢，被删减的最多。整体政府各部会的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也就是俗称的文宣费，都被统一删减了 60%。在党立委认为政府呢花太多预算进行政策宣导，却不一定能够有效地提升民众对于政策的理解，反而有借此美化政绩操纵舆论的一些嫌疑，指控呢政府用这些预算大内宣。而删减过后呢，文宣费整体从15亿锐减到了6亿。而不只是文宣费与旅费相关的预算也遭到了大幅的删减，比如公部门大陆地区旅费大量被删，因为在野党立委认为如今的两岸交流几乎停摆，这一块的经费难以有效运用，因此大部分部门的这一个预算呢，统一都被删减了 80%。不过虽然说是统删但根据不同部门的特性，删减的幅度呢仍然有差别。
比如像是中研院移民署比较多牵扯到中国相关交流还有业务的部会，这个预算呢统删30%。那像是数位发展部NCC 这种在野党立委认为他们的业务不太需要去中国的，这边就直接全删。那除了中国相关旅费，其他出国教育费国外旅费也大部分呢被统一删减了60%。许多的在野党立委认为，这些行程呢很多都是考察兼观光，不能够带来实质效益，而且有些行程也可以透过线上会议等等的其他方式取代，所以根本就可以省预算。另外，像是经常要协助选手出国的体育署，这次国外旅费以及出国教育费也被统删了15%。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都是通案删减部分，在另外一块针对特定部会的特别删减预算当中，也有许多部会的预算遭到了大幅的删减，尤其像是台电数位发展部的预算被删减的幅度最大。为了让台电能够稳健经营今年的行政院打算编列1000亿的预算补助台电，但在野党立委认为台电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来说明他们会如何改善台电严峻的财务状况，因此决议完全删除1000亿的补助款。另外呢，数发部的整体预算也被删减了35亿多台币，删减比例高达了40%，包含了原本预计用来参与国际资安会议的部本部与资安署出国预算，用来增设强化海底电缆的数位韧性应用强化计划预算等等，都遭到了大幅的删减。因为在野党质疑过去数发部资安维护打诈的成效不佳，而且今年给出的计划内容也太简略，所以应该删除。那除了台电跟数位发展部以外呢，其他被删预算的重灾区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研究等等部会。比如在野党立委认为文化部的宣传费预算增长太多，为了避免他们滥用预算，所以全部砍掉文化部的宣传费。他们也批评公视的报道不中立，内容不好，原本呢一度要把23亿的预算全删，后来经过协商重新审议又改成删减1% 2300万。另外，在野党立委也认为，台湾频频传出校园性侵案，代表行政院性平处呢在处理性平事件的成效不彰，因此一度提案呢要把他们原本这个1627万的预算删减到只剩下3000元，让他们可以警惕精进。不过在社会反弹声量之下，最终的这个方案呢是改为删减冻结各150万的预算。那除了特定部会以外呢，这些类型部会的业务费也遭到了大量的冻结。业务费牵涉到各部会的运作，涵盖的内容包山包海，平常的水电人事、租金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而这一次文化类机构当中的原民会客委会等多个业务费，中研院、故宫博物院等等研究型机构的经常支出业务费、研究业务费呢，都遭到了删减跟冻结。除了这些删预算的重灾部门其他像是国防外交、行政、法务相关部会的业务费也都遭到了不少的删减。比如说呢，在野党立委觉得总统府行政院的政策成效不佳，因此冻结他们70% 的业务费。国防部呢也有30% 的业务费被冻结，另外国防部还额外被冻结了50% 的潜舰国造预算，要待这个海鲲号潜舰完成海测通过之后，经国会同意后才能够解除冻结。而监察院呢更是被砍掉了96% 的业务费。除了行政国防、监察相关部会，其他各部会呢很多都遭到了业务费的删减还有冻结。像是劳动部业务费被冻结了30%，卫福部呢与旗下的机关署食药署、国检署等等的业务费也被冻结了30%。那相较于过去几年这一次立法院删减的状况感觉比较特别，这也让政府出面抗议，质疑这一次的预算砍幅过高。行政院抗议说，今年在野党立委砍预算的幅度过高，不只是 6.63% 的删减比例是历年最高，而且因为整体预算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政府无法弹性动用的法定支出。那这一次呢，蓝白的删法就是砍了其他本来相对能够弹性运用的费用。他们说，如果扣除掉法定支出跟一般性补助的预算之后，政府能够动用的部分仅为 1.3 兆元。以 1.3 兆元来看，如果要删除2000亿这个占比就会达到近 16%。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党团反击政府运作主要是靠法定支出预算来执行。那也正是因为这次他们砍的并不是这种法定支出预算，所以政府的运作更不会有什么样的阻碍。另外呢，他们也强调，去年政府的总预算呢是 2.7 兆元，今年膨胀到 3.1 兆元，即使被删减，还是比去年多很多。不过这部分民进党的回应是，虽然今年整体预算有增加，但这是因为去年台湾经济成长，政府的收入也变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希望新增一些计划，或者是去处理过去编列比较不足的项目。但如果现在删减了这些新计划，就会很难以执行。许多的公部门呢也出来附和说，他们的预算确实被砍得太狠，没有足够的预算，他们之后的部门运作都可能会遇到问题。
例如劳动部说，业务费被砍之后，他们可能发不出一线工作人员的薪水，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也可能会变糟糕。国防部说，他们可能会有部分的部队的伙食断炊，办公费用不够等等。业务预算呢，一大半被砍掉了监察院，甚至说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案件的审查还有处理。那除了公部门的日常运作可能会受阻，也有许多的公部门媒体说，砍预算可能也会让许多正在实施的政策受阻，从而进一步的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像是台电说，没有行政院的补助，他们的财务状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艰难，为了维持收支，可能又会需要涨电费。数发部说呢，预算被砍之后，他们多个增强海底电缆啊、打击诈骗计划都可能受到影响，民众的资讯传播顺畅性还有安全性呢，都可能因此受到威胁。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呢直接批评在野党大砍预算是在瘫痪政府国家运作，而执政党还有在野党对于预算砍幅的看法不一，那究竟其他的专家怎么看？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政府的运作呢？比较往年数据来看今年预算的删减幅度确实是历年之最。之前预算删减比例最高时呢是2006年，同样是朝野分立的扁政府时期的 2.27%， 但今年的 6.63% 的删减比例是那个时候的近3倍。不过究竟这个砍预算的幅度比较大，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不同专家的看法也不太一样。比如呢，针对今年政府原本编列预算偏高这一点呢，一手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系的助理教授吴明孝认为，考量到政府去年的收入增加台湾经济发展不错，政府整体加预算也是合理的。但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财政税务系教授黄耀辉却认为，政府预算的增加幅度不应该比经济成长幅度高太多。这次预估经济成长率 3% 多，预算规模却增加了 9.8%， 是经济成长率的3倍，这确实可能会让人产生疑问。另外，针对立院审议过后的最终预算，东海大学行政管理及政策学系教授刘正宏观察说，台湾历来的这个预算编列呢，多半是根据前一年的预算来微调，今年的编列方式其实也没有差太多。不过在朝野分立的状况之下呢，预算的删减比例上升可能也是新常态。刘教授认为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呢，行政部门应该还是有资金可以去施政，并没有像执政党讲的那么严重。但同时他也觉得这次统删的方式可能会误砍一些重要的项目。另外，也有专家指出，虽然整体来看呢，目前影响程度可能还好，但有些预算被砍特别严重的部会，他们的实际运作一定多少会被影响到。比如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呢就指出，以国防部为例，在今年上半年呢，他们可能就会有9天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会陷入没有业务费可以动用的空窗期。那虽然战备与演训任务可能不至于完全停摆，但很多业务也确实会受到影响。好的，那话说回来，除了讨论删预算到底会怎么样之外呢，也有一些人质疑蓝白立委在审议预算程序有些问题。有参与过之前预算审议的前立委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发文说，预算的删减冻结提案上面通常会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个别委员提案，提案之后呢会先在各委员会里面讨论，之后才进入审议。那在个别委员提案阶段结束之后，还可以有第2个阶段，也就是由党团提案新的删减冻结案。但因为这个时间点常常已经很接近表决时间，沟通讨论协商的时间仓促，所以呢讨论品质也会相对较差。那这一次总共有2000多个提案都是党团提案，因此呢他质疑这是蓝白故意在临近表决新年休假前提案，从而缩短讨论时间，并跳过专业对应性更强的委员会讨论阶段，让这些砍预算的提案加速通过。另外呢，也有媒体对比分析说，相较以往，这次立法院各委员会开始审查预算的这个时间点呢，也偏晚，一直到11月中旬才开始审查，大量有争议保留的提案呢，也被一直搁置，最后延到党团协商阶段才解决。所以有些人怀疑，在野党立委呢有故意拖延，最后仓促审议的嫌疑。对此，国民党与民众党党团回应说，他们都是依照立法院的法定规则做事，并没有违规，也没有程序不正义的问题。那针对程序上面的争议，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曲兆祥分析，从法律角度来看呢，预算审查有1读到3读就算是符合法律程序，在野党的做法呢，这是打破了惯例，但并未违法。他认为在目前朝野严重对立之下，如果两边不妥协也不协商，那这样子以往许多的惯例也会被打破，也容易引发更多的冲突。那总之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这波讨论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舆论战场，有不少人批评呢，在野党之所以这样子删预算，就是为了政治抱负，但另外一边呢，也有人觉得这只是合理的监督义务而已。在这次的争议爆发之后呢，有一些网友表示，他们觉得这几年政府花太多的钱在购买网军操弄网络舆论，所以砍预算根本就是刚好而已。
他们批评那些抗议删预算的人呢，都是被政府洗脑，或甚至呢就是怕自己领不到钱的网军。那对于这样子的意见呢，也有不少人反驳说自己平常不喜欢谈论政治，也没有任何政党立场偏好，之所以站出来发声单纯就是觉得这次很多的提案的理由跟内容会对于很多的部会或产业造成很大的伤害或影响，所以希望立委们呢能够悬崖勒马，再多讨论。那在这样子的意见之下呢，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也指控说，这次蓝白两党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并不是依据特别的专业，而是在政治报复。比如去年国会的几次法案争议过后，民间酝酿着罢免蓝白立委的声音。后来蓝白阵营呢，不只想要修法提高罢免门槛，这次也有提案会冻结中选会的业务费50%，这显然呢就是想要反制民众的抗议声浪。另外，也有许多人指出，这次在野党提案当中多次出现弄错预算项目删减金额来回改动的状况。比如在野党说要删减公视预算的理由呢，是认为台湾 Plus 的报道偏颇，但其实台湾 Plus 的预算根本就不是出自于公视，而是文化部。还有些提案呢，一开始说要全删这个预算，后来又说只删1%，甚至呢在审议的过程当中，还一度出现朝野立委表决之后才拿到修改后的这个预算提案，或者是国民党提案表决通过之后又立即的撤案，同一个机关的预算被重复删减2次等等的特殊状况，这些都让许多民众对于部分立委们的专业度产生质疑，甚至怀疑他们在依照自己的喜好乱审。对此呢，蓝白党团的回应是，这些提案的部分错误来回的改动，只是正常预算审议的一环，提案细节本来就可能因为商讨而有所变动。那他们反驳，这一次删减的预算呢，都是出于公共利益考量，是在为全体国人严格把关血汗钱，并不是为了政治私利。这么做呢，是在还钱于民，反而是执政党呢在污蔑他们，所以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要道歉跟下台。在这个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认同立委确实有权，也应该要好好的帮民众把关他的荷包。那我们也相信某些公部门提出的企划案或者花钱的方式，也确实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关注为什么这一次事情会引起这么多的反弹，让许多不同的团体民众出来抗议。那么觉得一方面呢，这次删预算所牵扯到的这个领域较多，涉及到文化、体育、教育多个层面，很多相关的圈内人呢，对于删预算可能造成的影响都深有感触，所以会进一步的关注跟发声。而另外一方面呢，审议过程当中的很多状况也让许多人感到愤怒，像很多砍预算的理由都是你做的不够好，这种有点类似惩罚的逻辑，也会让人怀疑所以砍掉这个预算之后，就更有机会可以改进问题吗？新带来的疑虑又该怎么样处理？尤其有很多的部会原本都是被砍到只剩下1%或者是1元，都让不少人觉得太过夸张。而且当民众对于这些提案提出质疑的时候呢，甚至还有立委直接批评这些质疑的民众都是要饭仔，这更会让一些人觉得超级愤怒。立委的权利是大家赋予给你的，但你怎么好像觉得自己才是老板，也没有认真看待民众的声音呢？那虽然在最后的表决通过时，有不少争议的提案都获得了调整或收回，结合专家的分析来看，最后删减的版本可能也还不至于到瘫痪政府的程度。但这样的过程呢，也让不少人担忧，如果没有大家的关注或抗议，那原本某些更有争议的提案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默默的通过？而除了愤怒的情绪，我们这一次呢也观察到，许多人对于现况感到非常的无力还有失望。有人的无力感呢是来自于我们之所以要选举，就是希望这些代议士们可以透过他们的专业来帮我们做事，但结果呢，他们在国会上面的表现，却还是要大家一直自己花时间去盯，实在是很累。也有些人的无力感呢，是来自于这几波冲突看下来，目前国会的朝野的对立似乎越来越加深，很多既有的党团协商惯例也正在被打破。比起一起坐下来好好谈各色阵营呢似乎更常透过媒体放话抨击别人，只是抨击的对象除了自己的政敌，还包含了一般民众。而这样的方式呢，也更容易让彼此的拥护群众互扣帽子，吵成一团。那对于这两种无力的情绪，我们自己也是深有同感。但是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觉得这或许就是民主的滋味，甚至是代价吧。民主的实践呢，并不只是投票的那一刻，也包含了你所授权的那个人或是党团，他后续的表现到底有没有符合你的期望？如果有，那当然很好；但如果觉得没有，我们又该如何反应呢？这样子的对立与争执，或者是监督参与民主的过程，可能确实很累，但至少现在我们还有讨论的机会，而且民众的发声也确实还有可能促成改变。所以，如果从比较乐观的角度思考，我们觉得现在的状况，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公民可以学习怎么样调试的机会吧。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最后也想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预算争议？A. 砍预算不合理政府可能因此瘫痪。B. 砍预算很正常，是执政党的带风向。C. 砍预算实质影响还不好判断，但审议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混乱不合理的地方。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删预算的争议。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选罢才华，还有限速法的争议，以及党团协商是什么。
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